市场恐慌情绪到4了，0是最低的，这么多年来没有试过这么低的。这一次怕最坏的打算就是1930年的历史重演，大萧条，甚至到第2次世界大战。Ray Dalio 他讲到之前的所有的最大的帝国和老二交替位置的时候都有战争，到时的黄金就不是3500了，不是4000了。我会告诉你，关税战现在不是所有的行业都是遭殃的，有些行业是受惠的，哪些股票是受惠的。现在这个关税啊，情况很复杂，外面的人的分析都是太片面，而且误差很多。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做我这里的看法，你可以看完之后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今天这个分析跟外面的有没有不一样？你觉得我今天这个分析准不准？我会用 FTP F 和 P 中间的 T 技术分析是没有的，是免费给大家用 APP 去看技术分析。所以今天就不耽误在这里看技术分析了，我们会用基本分析的 Fundamental 还有 P Psychology 3个维度来看，你看完之后你就运筹帷幄，未来会变得很快，但是你掌握了今天整个清晰度这个框架的思维去分析，未来在变，你就可以灵活的变。为什么这次股票会跌？就是源于上个星期特朗普在香港时间星期4凌晨公布了他的对等关税，一出来之后大家傻眼了，这个比最差的预期还要差很多，所以整个市场是马上恐慌，马上崩盘。我还记得上个星期4早上我们都没睡觉，起来告诉大家跑啦，最差的开始啦。所以上个星期4港股跌了2%，你还能走，因为美股上个星期4的话盘前已经是暴跌了。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时我们就已经讲过了，关税战、贸易战有一个叫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里面，你要跟他谈判的话，一定要做以牙还牙。Take for take， 他给你多少关税，你就给他多少关税，他再升级，你就再升级，到最后两个一起死，到最后大家都不想死，大家就 back off， 结果就达到了新的和平状态。所以这个是 textbook answer， 教科书里面的谈判的技巧。特朗普是谈判高手，但是中国也不弱。我们就看3个大的国家、大的地方。第一个跟美国最接近的、有紧密的贸易的加拿大，美国给他加了 25%， 他也还了 25%。第二个是中国，中国跟美国一个是最大的出口国，一个是全世界最大的进口国，世界最大的2大经济体，现在也是以牙还牙 full on， 完全不退让的开始打这个贸易战，所以市场恐慌了。那第3个地区呢，就是欧盟，欧盟很有可能也会以牙还牙，如果是的话，全世界贸易战争就起来了。刚才我们也讲过 F 和 P Psychology 市场恐慌情绪3个维度，我们先看一看市场的情绪，现在是极度的恐惧，到4了，0是最低的，这么多年来没有试过这么低的。那市场为什么这么恐慌呢？因为现在是变得太快了，谁都看不明白特朗普到底还有多少张牌会打出来，多少个关税核弹会发放出来，所以市场呢在恐惧。他们想到上一次这么差的时候是在1930年美国加关税，结果是大萧条，甚至到最后是第2次世界大战。所以他们这一次怕最坏的打算就是1930年的历史重演。所以呢，现在市场啊是到了极度的恐慌了，这个是个利好的信号，因为历史上来看，当这个市场是极度恐慌的时候，不保证明天是更恐慌，但整体来说反弹的机会是蛮好的，或者是跌到差不多一个支持位了要反弹一下了，那当然关键就不知道它是技术性反弹再跌，还是跌完了就又是一个大牛市了。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收集证据，这个情绪上 FTP 的 P 这一点是好的。我们再看看基本面来分析的话，未来有5个可能性，其中一个可能性是最差的，可能
我们会失去所有的东西，而这个可能性我估计大约有10%的概率会发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事先的风险管理，因为一旦发生了之后是 too late。 既然讲到了基本的概念，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下，现在谁有这个话语权 mic， 大家看看特朗普那些 spokesperson 的白宫发言人，他的那支 mic 随时可以不给你讲，然后他就随便讲，讲的东西都是错掉的，都是煽动性的、误导性的。从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怎么来计算 bullshit， 到这位人说你在侮辱我的经济智慧吗？然后他的经济智慧是白痴。现在啊，这个白痴的人讲的太多了，大家都搞不清楚，经济理论都搞不清楚。所以我先给大家一张图来解释一个经济的理论，再有一张图来纠正大家一个概念。先看一下这张图，这个是经济学101，白宫发言人白痴啊，连经济学101都没搞懂。经济学101是你学经济的话头2堂课会学到的。我们在 Y 轴有价格，我们在 X 轴有买卖的成交量，当然你可以用宏观来说 aggregate demand aggregate supply， 综合起来的供应和需求。2条青蓝色的线，一条是供应，一条是需求。供应和需求交接的地方就是如果没有关税，市场是自由经济，市场的力量就会给大家一个价格，这个价格里面供应商有钱赚，消费者买了之后会开心，而下面这个绿色的虚线的那里就是成交的量。有些人说太贵了不买，有些人说很便宜我买了很开心，所以这个就是买的人的成交量。所以现在是看浅蓝色的那条荧光的那条绿色线，加关税就是黄色往上的那个箭头。特朗普说现在要加30%、50%多少的关税，现在是往上加的。好多人说这个是进口商买单的，美白痴说外国人来付的关税了，两个都错。虽然理论上是进口商付的，但是其实到最后一个消费者和一个供应商都会买单，因为加了关税之后，你的那条供应往上的那条线就往上移了，到了那个黄色的线了，所以左边青蓝色那里价格就上升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关税会带来通胀，但是它的通胀的百分比没有整个关税那么多，因为另外一部分是供应商承受了。假设供应商只能卖给美国人，当然如果中国觉得我不卖给你美国了，我卖给欧洲了，我卖给马来西亚了，我卖给非洲了，那这个就会消费者承受多一点。如果中国说我就赚少一点啦，也没其他地方卖了，这个就供应商会承受多一点。所以无论是台湾、越南、柬埔寨、日本、韩国，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在这里啊，消费的量会往左边推，因为现在是黄色的那条供应线和蓝色的那条需求线的交叉点，所以你看到这个交叉点的量会往左推。 GDP 是消费加上投资加上政府的开支加上进出口这4个板块，消费的量少了，自然就会有经济的衰退出来了。最新的数据现在是有60%的机会美国会有经济的衰退，全世界是100%有经济的衰退。所以这张图是美国的供应和需求。那用美国来看了啊，因为美国还是世界老大哥，通胀加上衰退等于是滞胀 stagflation， 这是最糟糕的。为什么有通胀？因为经济太好了，经济太好了通胀了，联准会美联储就很容易加息，把这个经济降温，大家的通胀的压力就少了。这就美联储做的工作，他要看这个通胀和经济这个失业率来做一个衡量的 KPI 来看，两个平衡一下。但是现在的通胀不是因为经济好，是因为特朗普的关税这个黄色的键加上去，在这个情况下，然后经济会有衰退，经济衰退代表着失业率多了。那美联储鲍威尔他是很专业的，特朗普才不专业，他就难做了。他要降息的话，通胀会失控；他要加息的话，失业率会暴涨。那他加好还是不加好？所以鲍威尔现在说，我要再看多点数据，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是说的没错的，特朗普不懂，给他压力，因为滞胀货币政策是最难做的，因为你降息，通胀继续上就失控了；你加息，失业率失控了，更大的衰退了。你什么都不做也是会死掉。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经济一有问题，马上要给他货币政策来解药。那现在你不能给他解药的话，这一次的经济的衰退可能就会很严重了。上一次就是1970年、70年
年代的时候有滞胀，结果股票市场经济都是差得不得了。那好了，中国为什么没有那么差呢？因为中国是通缩再加上衰退，不要搞错啊，中国也有衰退，衰退的比美国更多，但是是通缩。通缩的情况下就可以有一个更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也正是这几天中国又出来给大家更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所以它的 fiscal policy 和 monetary policy 都是两个水龙头，给市场灌注资金，钱来了，股票市场就好了。那这么多的钱来，没有通缩咯，通胀上去了，这个人太瘦了，你给他吃肥一点没问题。美国是太肥了，再给他吃肥一点，爆血管的。中国现在中概股、港股是陪葬，但是整体来看的话，我还是看好中港股市更多一点，因为中港股市起码货币政策是利好股票市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利好股票市场。美国呢，相反，货币政策美联储好难做了，那个财政政策 Elon Musk 的 Doge 在削减开支，因为他没钱了，拜登把钱全花完了，所以特朗普也是无辜的。他说 Biden's fault 也有点道理啊，美债已经是太高天文数字了，35个 trillion， 付利息都已经来不及付了。所以呢，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不利股市的，再加上股票市场涨了这么多年，过度的高了。那去年啊，还有很多人觉得过高不要紧啊，明天还会更高啊，炒港股好不好？不要港股了，珍惜生命啦，我们炒美股啦，躺赢的。前年去年美股是涨了好多，是严重的超越了它的应有的价值的。但是大家觉得炒美股是一定赚的，现在那些人都在止损啦，做空啦，所以投资者觉得还贵不进来，投机者赶快走。香港呢，起码我觉得是便宜了，之前涨上去了没有那么便宜了，现在又回到便宜了。第二个概念啊，特朗普也搞错了，他觉得贸易逆差 trade deficit， 美国50年的贸易逆差使到美国人欠债累累，从政府开始到个人企业，所有的钱给中国赚去了，给其他的国家赚去了，不公平，你们种种的不公平的关税使到这个美国贸易赤字逆差，市场要接受这个 medicine， 但是他吃错药了，贸易逆差的确是不好的，你1-2年还可以，50年的话这也不是特朗普的错，贸易逆差长期下去是不可以持久的，但是你要解决这个贸易逆差，因为不是关税使到美国有贸易的逆差的，大家不要听了特朗普讲，我看到好多人就觉得美国不公平啊，这么多的不公平的贸易逆差，不公平的关税，所以美国现在欠债累累了，中国发达了，你看中国多么的先进啊，我们要对等关税来制裁中国了、台湾了、马来西亚了。错，最近有没有看过这个网红到了中国，哇，这个厉害那个厉害，背后有人付钱的啦，无论他是赚流量也好，赚 sponsorship 也好，我没有实际的数字，但我基本上肯定他坐这个车子还好啊，this is China crazy， 20分钟坐辆车子，可能他赚的钱比设计这个车子的1年的工资赚的多了。你这个网红，你会去造车子吗？你当然不会了。所以美国的逆差是怎么来的？拍一个好莱坞的电影 Marvel's Brothers 和 Captain America 赚了全世界的钱了，美国的 banker 赚了全世界的钱了，美国的 YouTube 躺在那里收钱收了全世界的钱了，美国的 Meta、Facebook、美国的 Nvidia 赚了全世界的钱了，相对是容易很多的。最容易赚的是什么钱啊？美国的银行家每10年一次的股灾割韭菜了，所以他的这个贸易逆差不是因为关税啊，因为他赚钱太多啊。要解决这个关税的贸易逆差的话，你要使到美国人没钱赚 ，No easy money， 要做苦工，要很勤劳的才能赚钱。但愿意吗？不愿意啦，躺着赚钱不是很好吗？这就是贸易的逆头了。所以不要再被人家骗了，人家觉得关税不好啦，中国欺顶啦，中国不公平了 unfair 啦，特朗普骗你的。你明白了这2个道理之后，未来有5个可能性。第一个，关税战持续，美国加了关税，中国以牙还牙，美国说你以牙还牙，我再升级，再给你一点关税，中国说你加了我再加，中国加了之后美国再加，2个人都不 back down， 到最后全球的贸易跌了好多，可能是50%的下跌，可能是40%的下跌，这样一来
虽然好多东西可能真的会回到美国，特朗普说 Made in the USA， 代表全世界的美元不见了。以前是靠的是美元 Easy Money 的美元供应了全世界，使到全世界繁荣了。现在他不愿意给你繁荣了，但大家没有繁荣了，这是一个循环。中国人不买 iPhone 了，买不起了，或者不愿意买了，台湾人也买不起 Nike 了，没有 Lululemon 了，全世界没钱了，所以这个带来又有滞胀又有经济的衰退，这个就是70年代。我们看一下70年代股票市场跌了多少，一半以上。所以如果是第一个可能性的话，我们要密切留意关税战会不会互不相让，继续的升级。如果是继续的升级的话，还没跌够了现在才跌了20%几，最终要跌50%以上，这是70年代的一个历史。所以呢，如果欧盟也加进来升级的话，股票市场还要跌多一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早点走了。第二可能是更糟糕的，大家的关税战使到全球不光是经济衰退，是全球大萧条。有一个分别的经济衰退只是痛苦一点，经济大萧条是饿着饭都没得吃了，要造反了，要去抢东西了，要去打仗了。1930年就是因为世界大萧条，当时也是美国2个共和党的议员再加上一个共和党的总统搞出来的关税战，使到全世界都没饭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德国人也是要赔好多钱，德国人就出去抢了，结果就是全世界第2次世界大战。所以如果全世界大萧条，大家都没饭吃了，美国人 great again， 全世界都是 not great again， 全世界跟你打仗你也会死，一起死。 Of course 每次打完仗美国都是 great again 也许这个是特朗普的一个策略，我 don't know， 但是这是最糟糕最糟糕的。那我在2个星期前拍过市场有3个灰天鹅，虽然没有完全的到最差的状况，3个黑天鹅全部出现，所以呢不再重复这个视频的内容了。再退后一步，Ray Dalio 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的一个对冲基金的经理，桥水的创办人，他写过一本书叫《帝国兴衰 Change of Empire Change of Order》，他里面所说的一个帝国衰落的时候6样东西，除了对外大规模的打仗没有发生，其他的5样东西都发生了。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是不是吵了很厉害？所以呢，贫富悬殊在美国也是很厉害。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了。而他讲到之前的所有的最大的帝国和老二交替位置的时候都有战争，到现在为止只剩下最终的战争没有发生，而这个可能性也是越来越大。再加上回去看一下那个3个黑天鹅，其中一个在台湾，希望没有这样东西。第3个可能就是特朗普下台搞不定，或者是特朗普被逼的要撤回现在的关税。因为美国是个民主的国家，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能搞这么多东西？因为少有的参议院和众议院2个都是共和党控制的，使到这个总统有比较大的权力可以执行他的策略。一般来说呢，美国到了中期选举的话，特别是这一次现在这个状况，到了中期选举我都能写保单，共和党会失去大量的选的那些这个议席，包括众议院是全部重选的，他们可能会失去众议院，参议院有1/3的票，所以这个之后有可能还有1年半，特朗普就做什么都不顺利了。这个民主党的 Congress 会给他 check and balance， 美国人很讲 check and balance， 也有可能不需要1年半，因为现在的国会的议员看到这样下去，使得他们以后会失去选票，有可能共和党的国会议员现在就倒戈之后，使到特朗普就难做了，因为这个就是 power begins with the people 嘛，这是美国整个立国的一个 DNA， 不是说一个人说了算了。特朗普现在是像 the emperor， 像星球大战里面的大帝 Elon Musk 是那一个 Darth Vader， 讲个笑话但是美国有这个政治的结构，人民还是可以阻挡特朗普。虽然特朗普的出发点不要贸易赤字，出发点是好的，意愿是好的，但他给错了药，
大家都不买账。那如果第三个可能性发生的话，股票市场是暴涨，特朗普说，哎，明天不加关税了，或者明天我只是讲讲罢了，我只是来谈判罢了，没有关税了，哇，这样股票市场马上涨回到了最高点，你来不及追。第四个，特朗普说，哎，原来我只是谈判手里的筹码，只是给了一个高的关税，大家来谈嘛，我一直在暗示嘛，叫你来谈嘛。所以中国这次的关税，他说，哎呀，你恐慌了，you panicked， 你没有玩对啊，我在暗示你啊，我们要谈嘛 ，I just want TikTok you know。 那如果真的只是谈判的一个工具，那他只要拿到好处，欧盟也好，中国也好，加拿大也好，他也知道关税有可能不是真正的解药，他也知道有可能关税会对美国带来滞胀，所以呢，现在正好大家都不开心的时候，他就可能在谈判的时候比较更加灵活点，更加能够接受一下对方的 counter proposal 这个反建议，到最后达成一个协议。那如果美国跟中国达成了协议，无论他是中国吃了多少亏，卖不卖 TikTok 或者卖不卖码头，只要他们谈成了，这个股票市场也会是火箭一样的爆涨，只是这个暴涨没有刚才所说的暴涨的那么厉害，但是也会暴涨，所以这也是好的。你要再追的时候又来不及追了。第五个呢，就是现在的现状，加也加了，没有新的关税了，要反击的也反击了，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大家都没有再升级，也没有退后，那市场呢是慢慢的习惯了，或者是从刚才的极度恐慌变成了不太恐慌了。这个时候股票市场会涨一点点跌一下，涨一点点跌一下，涨一点点跌一下，但基本上从恐慌指数来看是有点跌过头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五个可能性是慢慢的会好，但不会好得太快，涨了也会跌，涨了也会调整，慢慢的回到了一个健康的牛市。这是美股。港股、中概股当然是更加有利好的因素在背后，就是有中国的财政政策和它的货币政策在背后，所以港股如果是什么都不发生的话，它这个回涨的力量有可能会更大。所以这是5个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当然呢，刚才是用了基本面，在之前用了情绪的 psychology 面，我们也讲 FTP。T 是什么呢？ T 是技术分析。股灾来了，希望大家手上有多一个工具，你们去看资本面、资金面，钱在怎么走，看什么指标。 Rich Bond 已经选了最有效的指标，而且是他带着大家去看，它里面有一个投资日记，他有说什么时候买入，什么时候卖出，什么时候做空，这个是他的一些买卖的成绩。现在 download 可能几天之后就没有这个优惠了，你可以所有的功能免费用7天，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我们唯一一个希望在这么艰难的一个股灾里面能帮到多少人就帮到多少人。今天我给大家了基本面的分析，还有 psychology 情绪上的分析，希望这个 app 再补上技术上的分析，帮助大家避开了灾难，甚至还可以把握机会。我还是看到太多人了，经常跌了一点点就来问了，哎呀好悲哀呀，哎呀怎么办呢？要不要买呀？要不要卖呀？等等等等。你不懂开车啊，就不要开呀。就算来了 GMT， 我每一个星期五都说，你进来 GMT 先学习，先看课程，不要急着去做买卖，就是这样。保命的锦囊妙计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股票市场风险太大了，债券的收益率也这么低了，以后的通胀上去了，债券是会亏本的。你说我拿现金好不好？现金长远一定会输，短期内你可能避开了股债，因为通胀就是现金的购买力减少了。现在美国搞了通胀出来，通胀会越搞越大的恶性循环的，你的现金的购买力一定会越来越下来，所以长期一定是输钱的。所以现在你一部分，我做买卖建议，我建议我自己也有，就是买保险。黄金大家看错了，黄金觉得黄金能涨到多少钱啊，我能赚多少钱啊。我从美元1800的时候就说黄金，因为美元危机，因为美债危机，如果这个美元崩溃的话，或者世界大萧条，金融市场震荡的话，黄金是避险的工具，是避险的，它不是给你去涨到3500卖掉赚钱的。还有刚才有讲过的第2个可能性，万一真的打仗了，你是逃命跑到某一个地方，然后上网上去把你的黄金的 ETF 黄金的某一只股票卖走套现，过冬不会饿死。所以呢，也不要拿
实体的黄金，实体黄金你背不走了，你能背多少？路上还会被人家打劫了，到时的黄金就不是3500了，不是4000了，我也不知道，可能是5000了，可能是10000了。为什么今天黄金是最高的？我们看到股票市场在调整，其他的 Bitcoin 也在调整，黄金虽然有一点点调整，整体来说还是在高位。央行都在买保险，何况是我们小股民，他们觉得他们的钱放在美债市场不安全，放在美股市场不安全，他们在放在黄金。好消息来了，如果你还没有加入 GMT 的话，赶快加入，因为机会太多了，讲不完。所以星期三晚上 GMT 同学，我额外加开一个 GMT 晚上给大家，不要等到星期五了，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买股票了，但是不是随便买的，我会告诉你，关税战现在不是所有的行业都是遭殃的，有些行业是受惠的，哪些股票是受惠的？更大的好消息就是他们跌了，价格下来了，便宜了，到什么价位是一个好的价位去分注的买，策略也给你，入市的策略，资产配置的策略，再做好风险管理，策略有了，你就不慌不忙了，看着什么价格分注，什么时候买一注，不用惊慌了，别人恐慌的恐惧的时候，你淡定，你就能赚钱了，就这么简单。33年练出来的投资经验，再加上 Rich 的10年的经验做成的工具，也免费开通给大家用7天。你还没有进来的话，快点报名。去年11月的时候说10倍股，大家还是怀疑，结果之后的星期晚上讲了何塞，一个星期之后何塞就从3块多涨到20几块。我后来想想，你不进来的原因，真正也是同样的在股票市场输的原因。本来我们说4月份已经不收人，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收到4月9号星期三的那一个 GMT 啊，额外价值给大家，之后你要进来我都不收了，不要再解释给你听了。当然赚大钱固然开心，但是避开亏损是更加开心啊。这是我们 GMT 的同学写的，现在有资金了，避开了美股的调整了，有资金可以捞底了。最后补充一点，我觉得在现在啊股票市场震荡的时候，大家可以把焦点放在个人的修养，赚钱亏钱看了太多的话，心里会很乱。在我来说啊，我要人生当中没有后悔，只有感恩。现在的世界养成了个习惯，就什么都是人家的错，车祸了雷军的错，都是人家的错。我们要学会感恩，股票跌了不是垃圾，股票跌了感恩。有钱的可以加仓，没钱的看一看，学点东西，经历一下，被套住了也是学习的机会。来日方长嘛，学会了以后还能赚钱嘛。在我人生路上，谁提醒了我，谁提拔了我，谁教育了我，都是要感恩。所以呢，不要有后悔。哎呀，早知道应该买那个了，早知道应该放走了，早知道应该加入 GMT 了，早知道应该怎么样了，没有早知道，少点后悔。然后有了这个心态之后，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让我们之后人生当中 minimize 能后悔的越少越好，此生无悔啊。我今天要感恩了啊，我没有在做出口，我没有在做工厂，所以关税没有直接的烧到我。我在高位的时候套现了，中概股也套现了，现在我手上有资金，我感恩。它跌下来了，我不是觉得哎呀我输了多少钱，我的目光放在我能够把握到机会了。之前涨上去了，我还怕买不回来。2个星期前拍了那个 YouTube 视频，告诉大家小米的除掉雷军之外的价值大约就是27，所以我拍完那个之后，我感恩我在54、55，告诉 GMT 同学一起走啦，我走了一部分。今天我买回来啦，可能还会跌啊，是的，买了怕不怕？再跌啊，不怕啊。今天32买回来了，50是放的，我很感恩来。所以它再跌的话，我再感恩；它涨上去的话，我也感恩，因为我又买了一点，明天又涨了。明天再跌的话，我还有资金，我当时卖的还没有全部买回来，做人不就开心了嘛？然后今天能够把我的价值分享给大家，提供给大家。你要免费的哪一个课程，免费的哪个 APP， 免费的看一个视频，不要紧。有一天像那个老太太留一个言给我，感谢你的视频，让我98%的股票清仓了，避开了股灾了，那多开心啊！特别是在股灾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把焦点放在感恩。你感恩了之后 ，Law of Attraction 吸引力法则，你的财富就会被你吸引到你的口袋里了。所以脑袋要有富有的脑袋，口袋也自然会富有。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